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。今天要分享的生酮甜点食谱是无糖蛋黄酥。这款低碳蛋黄酥我好久以前就开始研究了，是前几天才做到自己满意的版本，一样是无麸质的哦。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的频道会在每周一和周四分享一款生酮、低碳、无糖的健康食谱。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次的分享哦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我们来准备咸鸭蛋。这是我昨晚刻的生咸鸭蛋，在油里浸泡了1个晚上，口感会更好。隔天我们把泡好的咸蛋黄放在带有酒的碗里，这一步是为了去除咸蛋黄的腥味，我这次用的是玫瑰露酒。小心翻面，让咸蛋黄表面都沾上，你们也可以直接用喷的。接着把咸蛋黄放在铺了烤垫的烤盘上，然后放以预热烤箱150度烤10分钟，或直到表面冒油泡就好，不然蛋黄里的油脂会流失，影响口感。接着我们来准备无糖蛋黄酥的内馅，我这次做的无糖焦糖馅意外很搭，带有淡淡椰子香味，连不喜欢椰子味的我也很满意哦。我们称20克黄油，40克淡奶油，然后称50克的阿洛酮糖，也可以用木糖醇，都没有的话就做不了这焦糖内馅了，可以参考我以前生酮青团影片做的芝麻馅，或是任何你喜欢的无糖馅料。接着称22克的椰子面粉，黄油放锅里，加热融化。完全融化后，我们就可以加入阿洛酮糖，搅拌，直到充分融化变深，然后倒入称好的淡奶油。这时候淡奶油里的水分会快速蒸发，然后焦糖酱会慢慢变浓稠。接着我们加入椰子面粉，再搅拌均匀，到最后会是这样的状态，凉了会变硬。放置一会变凉后，我们就可以称一下无糖焦糖馅，然后再平均分成4份，拿1份馅料整成1个窝。像这样，然后放入咸蛋黄，底部朝上，慢慢把它包起来。确保收口后，我们稍微搓圆，再把其他咸蛋黄给包起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送进冰箱冷藏备用。接着我们来做油酥，我这次用的是30克的无水黄油，你们可以加热普通黄油，让水分蒸发，也可以直接用猪油、椰油也可以哦。接着我们称45克杏仁粉，也可以用其他粉类，但吸水力不同，比例需要再调整。然后搅拌均匀，直到像这样成团，就可以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做油皮，先来打1颗蛋，放一旁，然后称45克杏仁粉，我也用了5克的椰子面粉，一是能让烤出来的生酮蛋黄酥颜色没那么深，比较好看；二是让这酥皮比较酥松，不像全用杏仁粉做出来的那么脆硬。人间蛋黄酥的油皮有面筋的韧性，可以擀很薄，所以我们加入比平常比例高的黄原胶4克，让面团不那么松散。搅拌均匀，把结块的部分压散。然后加入1克蛋白，我称了有33克，只用蛋白能让酥皮更脆，颜色也会比用全蛋液浅。
然后加入2克柠檬汁或醋，酸性物质能减缓面团上色，不用的话也没关系。然后搅拌均匀，接着加入20克无水黄油，或是刚刚提到的其他油脂。接着再搅拌均匀，成团后把面团分成4份，取1份放在铺了保鲜纸的桌上，再隔着保鲜膜压扁，然后用任何你习惯的方式把面团整成规整的长方形。接着取1份油酥，整成油皮1半长度的方形。接着像这样把它铺在油皮上，然后从油皮另一端提起来对折，接着把边边压扁收口。再隔着保鲜膜把它擀长，用保鲜膜折叠擀面，能很大程度避免酥皮破裂。接着第一次折叠，擀长，再折叠，2次折叠共4层。这生酮酥皮层次少，由于生酮油皮没有面筋的韧性，所以很容易破酥。适当减少层次，让每一层稍微厚一些，可以防止酥皮混酥。接着把酥皮擀大一点，然后隔着保鲜膜，馅料收口朝上放上去，反过来慢慢收口。如果要有比较分明的层次，每一步都一定要轻哦。然后再反过来收口，不想底部太厚，可以像我这样把面团捏掉。放在硅胶垫上，轻轻把蛋黄酥整形，尽量只碰底部，至少让顶部有比较好的分层。然后放冰箱冷藏10分钟，这时候把刚刚剩下的蛋液打散，然后开始预热烤箱160度。冷却了的蛋黄酥比较硬，沾蛋液的时候才不会容易破坏层次。像这样顶部朝下，直立沾上蛋液后，反过来就是好看的圆形，推荐给没有毛刷的小伙伴哦。然后再一个个沾上黑芝麻，送进烤箱烤20到25分钟。层层酥皮，酥到掉渣的生酮蛋黄酥就做好啦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，记得为这影片点个赞。这款生酮蛋黄酥应该是我花最多时间研究的吧。虽然层次还没有人间版本的优秀，但已经很好吃了。因为凯最近想要拍粽子的教学，所以今天的问题是，你们最喜欢的粽子口味是什么呢？记得留言告诉我哦。那我们过几天见了，拜拜。